Papa， 中港股还可以买吗？大牛市是不是才刚开始呢？东升西降是不是真的发生了？那在今天我们拍摄 YouTube 这个影片的时候，昨天晚上美股跌得好惨，纳斯达克跌了4%，S&P 500也跌了2.7%，而今天的港股一开始也是跟着跌，但是到收市的时候，恒生科技指数更加是倒涨了1.37%。那如果我们看长远一点的话，今年2025年，港股在全球的世界股市里面是一枝独秀，从1月最低的时候涨到现在，总共是涨了超过30%。如果你看高科技的指数，自从 DeepSeek 出了 R1 这个版本之后，翻了1倍的股票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看到港股跟美股来比较，不仅仅是东升西降，而且是摆脱了美股调整会影响香港的这个阴霾，港股今年绝对是非常的强的。那关键的问题来了，现在港股还能买吗？到底这次会涨多少呢？中间又有什么风险我们要注意的呢？今天这个影片就会给你详细的分析这一次港股涨的原因。那你看完整个视频之后，一定会恍然大悟，对你未来的投资有很大的启发，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港股这一次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其实港股涨有3个大的原因。首先是 DeepSeek 的出现，改观了全世界的人对中国科技的成见。我们之前有提过， AI 的出现是人类自从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的另一个大的革命，它对人类的生活包括股票市场的改变一定会比当年的 PC 后来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要更加的大。从 ChatGPT 出现之后，在美股已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美国的 AI 股票在整体的股市当中是一枝独秀， NVIDIA 也成为了美国的股王，从低位开始反弹，涨了超过10倍。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部分，中国的 AI 其实也不弱，但是整个股票市场在1月前是一点都没有反映中国在 AI 方面的研发和应用。市场担忧的是中国在被美国禁止芯片的进口的时候是缺乏算力来研发和应用 AI。 那 DeepSeek 的出现是打破了大家这一方面的成见，因为逼于无奈， DeepSeek 不能用强劲的最新的 NVIDIA 的芯片，它只能在算法方面去创新，结果用了 MOE 这些新的创新，大大的缩小了算力，推出了跟 ChatGPT 一样厉害的 AI。 而且 DeepSeek 是开源的，那也就是说它背后的所有的科技是完全公开的，其他的公司都可以抄功课，把它下载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就能用了。很多美国的公司也下载了 DeepSeek， 马上就能用到。所以 DeepSeek 对全世界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要比之前的 OpenAI 和其他的 AI 的推出对全世界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这也是彻底的改观了全世界对中国科技的看法。他们看到中国不再被美国的制裁所包围，特别是中国的 AI 和其他科技方面的人才也是非常的多，而且他们的工资成本要比美国要低很多。所以现在资本市场是看到了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在这一方面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资本投入这些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了。那结合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的股票，包括在美国上市的或者香港上市的中概股，自从2021年开始，种种的原因是狂跌了3年，股价是非常的低产了。低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他们的 price to book 是低过1，也就想象一下，如果要花成本去开发一个技术，做不成功当然是失败，做成功了开始赚钱了，这些公司在二级市场的股票市场里面还是低过成本价可以买到，这个就是价值投资者最希望看到的安全边际了。
那因为这些股票非常的低，给了大量的空间，早期买入的人会有丰厚的回报，而且从低位开始，这个牛市能够涨的空间有很多。当然股票市场不会天天涨，涨多了也会回调一下，有人赚钱了也会卖走获利离场，但是整体来说，就算香港和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涨了这么多之后，相比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他们的估值还不到一半。我们看看最新出来的中国的科技10大巨头跟美国的 Magnificent Seven 来做个比较的话，还是非常的便宜的。那这一次中概股涨的第3个原因，也正好是配合上美国股票市场的不好。我们看到今年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美国现在的经济还有通胀的问题，都使到美国市场不再是以往闭上眼睛无脑投入赚钱的地方了。但是特朗普的关税战这一次也牵涉到了他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甚至是欧洲，所以这些国家的股市也不是太好。那投资的资金，包括美国的债券市场，今年也是跌了很多。那全世界都不好投资，反而只有中国，除了刚才说到股票市场是非常的便宜之外，政府也是在积极的出台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2大政策，一起去稳定楼市，刺激股市，也是明确的说到上市的公司要做好市值管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慢慢的看到中国股票市场是在全世界今年2025年可能是最亮的亮点，所以资金正在慢慢的进入中国市场，这也是中概股和香港的科技股今年涨了很多的原因了。那这波牛市还可以持续多久呢？现在买入又可不可以呢？那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股票周期图。如果我们看这张图，特别我们看一下过去我们做过的几次的预测，它们都是准确的，这给我信心，对之后的股票市场大方向可以有一个预判。其实我们在2024年的1月份，全世界还在无限的对港股悲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港股正在进入牛市了。因为当时有很多人一听到港股、中概股都是非常的悲观的，有一句话叫 ABC Anything but China， 什么地方都可以投资，但千万不要投资中国。香港有一个著名的投资者说要珍惜生命，远离港股，而且是无限制的看淡港股，也说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比港股好。而另外一个著名的大行分析员也说 Hong Kong is over， 香港完蛋了。这个时候就让我想起著名的投资者邓普顿说过，投资股票最好的时候是全世界绝对的最悲观的时候。而我也看到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的时候，开始转变了他们的政策，从之前的监管严打到要支持民营企业，从之前的房住不炒3道红线到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了有一些著名的投资者，包括 Michael Burry， 他们都在静悄悄的开始进入港股市场，这就是在一个股票周期里面的隐身阶段 stealth phase。 到他们全部买好了，就有高调的对冲基金的经理说 All in China stock。 当然他只是少数的先驱者，大多数的欧美基金还是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把所有的研究中国股票的分析员炒掉了，也把香港的公司关掉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回来中概股或者港股市场，也需要去招聘人才，需要一段时间。那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4月底和9月中都有2波很大的增长，当时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利好的政策，但是这些利好的政策到真正的落地反映在公司的财报盈利里面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在市场亢奋之后又回归到现实，经济还是面对很大的挑战，这个时候股票市场又静下来了。所以一个好的投资者就是在市场亢奋的超买的时候套现一部分回笼资金，到市场静下来的时候，大家又开始看到中
中国的经济和企业面对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在大家悲观的时候又可以买了。所以结合之前所讲，港股、中概股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牛市，而这个牛市当中一定会有过度乐观的时候，也有过度悲观的时候。现在大家是乐观的中国的 AI 和两会的政策，这个时候恒生指数其实已经到了超买了。我们看一下 RSI 就知道已经是超过70这个警戒线了，所以不排除短期内会有一些投资者趁高位沽售获利离场，说股票市场有一个调整，但是长远来说，港股、中概股还在一个漫长的牛市当中。那当然了，现在还能不能买呢？也要看个别的股票。我个人感觉是现在有不少的股票，因为 DeepSeek 这个 AI 的概念是炒过头了，而背后能不能真正的受惠 DeepSeek 或者其他的 AI 的发展，这个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只是单方面的乐观的去炒作。当这些美好的幻想破灭了，发现现实并不是如此美好的时候，这些股价可能会暴跌，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做好功课才去投资。当然也有很多的公司，他们能够真正的把握 AI 带来的巨大的改变，这些公司我认为他们未来的股价还有几倍的增长的空间，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做功课去寻宝了。那有一句话说得好，悲观者总在等那个完美的时机，结果永远都在场外观望，而乐观者勇于找10倍股的机会，最后抓到几个的时候呢，都能赚大钱。关键就在于你抓到了标股机会的时候呢，你是会赚了一点点就走了，而错过它之后的升幅，还是可以牢牢的抓住，并且享受它倍数的升幅呢。那针对这散户常犯的问题呢， Chief Papa 专门录制了一个60分钟的精华课程，当中分享了怎么样可以抓住10倍股的机会。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快点打开资讯栏，找到链接了解更多。那在港股、中概股当中，那你又最看好哪一只股票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那喜欢我们影片的记得点赞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吧。